大部分不露脸频道撑不过半年。如果你正在经营一个不露脸的频道，这句话应该让你很紧张，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同一个剧本开始的。看到一支影片说不露脸的频道是网络上最好做的事，然后开始做了，做了几支，观看数停在那里不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但是不露脸频道不是只有这种结局，有些频道正在被 YouTube 悄悄清算，有些频道正在爆量成长。差别不是你有没有用 AI， 差别是一件你可能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事情。Hello，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想频道当着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在留言区去免费领取。先讲一个大部分人搞错的观念， YouTube 不是讨厌 AI。 网络上面常见的说法是这样的，某个创造者被停止盈利，怪罪 AI， 拍了一支影片，因为大家都焦虑了，这支影片就爆了，然后被解读成 YouTube 向整个类别宣战。其实不是这样的， YouTube 宣战的对象很具体，搞清楚这个差异，是你今天花时间看这支影片能够拿到最有价值的东西。2026年 YouTube 内部把这件事情讲得更加明确了，他们锁定的不是用不用 AI， 而是三种行为。第一种就是公式化、重复性高、几乎没有变化的内容，不管是 AI 做的还是人工剪辑的，只要换掉100个同类型的频道，观众感觉不出差异，这种内容就会被判定不符合盈利资格。这一条其实不是新规则，是一个旧道理，讲得更白了。 YouTube 的广告主要的是观众的注意力，不是影片的数量。如果100支影片长得一模一样，观众点开哪一支都无所谓，这对广告主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YouTube 自然也没有理由把资源分给你。第二种，刻意制造不安、惊吓、情绪操弄、博取点击的内容，就算不是 AI 生成的，只要核心的目的是让观众感觉到不舒服的，一样是会被移出盈利范围的。这条其实跟 AI 没有什么关系，是平台对于标题党的老问题换了个名字重新处理一次。差别是 AI 让这种操作可以量产，以前一个人一天写不出几个吓人的标题，现在可以一次生成100个， YouTube 才不得不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第三种，用 AI 分身谈财务、法律、医疗这类敏感的主题，用一张合成脸、一个合成的声音量产理财建议、用药指南。YouTube 不想让一个虚拟替身去影响到观众的钱包还有身体，这条你要特别小心，因为它跟前两种是不一样的。前两种是内容品质的问题，这一条是责任归属的问题。一个真人讲错了理财观念，观众知道去找谁负责；一个虚拟分身讲错了，没有人能够负责。YouTube 他不想扛这个风险，所以直接就把这类内容挡在了盈利门槛外面。这三类只要占比过高，拿掉的不是一支影片的资格，是整个频道的资格。翻译成白话文就这样， YouTube 保护的从来不是观看数，是指纹。指纹是你频道里面任何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东西，你的声音、你的手，一个反复出现的角色，一个看事情的角度，一个能够证明背后真的是有一个具体的人在做决定的讯号。机器可以是模仿你的画面，可以模仿你的节奏，甚至可以模仿你的用词，但是机器没有办法去模仿的是你在100个素材里面选了这一个而不是那个的原因，那个选择背后的判断才是真正的指纹。你不是在跟算法对抗，你是在跟它合作，你给他越清楚的讯号，他就越知道要把你推给谁。这个判断力怎么练出来？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完的事情。我把怎么判断现在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整理成了一堂2026 YouTube 成长蓝图公开课，是一套实战框架，不是理论。留言区可以免费报名。还有第二种消失方式，比较安静，也比较容易被忽略。你不会收到警告信，你只是慢慢变得没有人看，做的是同一个模板，同一种标题结构，同一种画面节奏。你的频道跟另外9个做一样事情的频道长得几乎一样， YouTube 没有办法把你跟他们区分开来，于是流量就慢慢停了，不是因为犯规，是因为耗尽了信任。这里有一个真实案例可以讲得很清楚。去年底 YouTube 永久封禁了2个大型频道，一个叫 Screen Culture， 一个叫 KH Studio。
2个频道加起来超过了200万订阅，累计超过了10亿次的观看。他们做的是假电影预告片，而真实电影片段跟 AI 生成画面剪在一起，让数百万人以为是某部电影真的有这个版本，不是内容农场，不是随便的不露脸睡眠频道。这2个频道是精心制作的，甚至一度是这个类别里面最大的存在。他们骗的是 YouTube， 也骗的是观众。有指纹能够让演算法不把你埋掉，但是如果说你在说谎，指纹是救不了你的。接下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平台上面最常被误解的规则。2026年 YouTube 确实要求揭露某些 AI 内容，但是范围比大家想象的要小很多，不是一个笼统的有没有用 AI 就打勾的选项。后台的 AI 使用设定只有在你制作的拟真合成内容时候才需要标示，也就是让真实人物说出他们没有说过的话，篡改真实画面，或者是伪造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如果该标示的却没有标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会有失去频道盈利资格的风险。但是没有人告诉你的是，经典的不露脸频道组合， AI 辅助写脚本，用你自己的声音克隆配音、动画画面，这些完全是不需要标记的。用自己的声音复制来配音， YouTube 明文允许，不用揭露，用 AI 协助脚本，标题缩图也是一样的，唯一不用标记的 AI 声音就是你自己的声音。那些活下来甚至是爆量成长的不露脸频道，共同点都是同一件事情，贯穿内容的是一个机器没有办法复制的讯号，不一定是一张脸，而是一种观点。最便宜的版本就是证明背后是真的有一个活人，真实的声音，真实的手，真实的房间。同一种修复类、手作类的不露脸频道能够靠这个活很久，因为现在的内容农场还没有办法去复制一双手的动作。另一种版本是同样的版本，但是角度真的在变。同样是知识解说类型的频道，有的越做越窄，越做越有权威感，观众知道找他就对了。有的角度越飘越远，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看起来题材是更多元的，但是观众抓不住他到底是谁，成长就开始变慢了。还有一种是精准抓住时机，趁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带进自带搜寻量的一波流量，但是这种流量本质上都是借来的，会回落，接下来能不能留住人才是真正考验。工具还会一直进步，今天看起来很假的东西，明年可能就分不出来了。但同时做出这些工具的公司也在把侦测机制内建进去。 Google 自己的生成式 AI 工具现在会在生成的图像、影片里面去嵌入一种叫 Things ID 的隐形浮水印，肉眼看不到，但是能被系统辨识出来，就算内容被压缩或者是重新上传，这个浮水印也不会消失。 YouTube 可以读取这个讯号，自动的去判断并且标示内容不是 AI 生成的。换句话说，画质的下限提高不代表能够绕过侦测的空间变大，工具越好用，内容越像真的，同一时间这个内容能够被自动的辨识出来的几率也是越高的。想靠着钻漏洞活下去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游戏。 YouTube 它真正在强制执行的是一种注意力的标准，今天会失败的具体格式会一直换，但是底层的原则是不变的，做出一个观众会选择看，而不是看另外100个一样东西的内容。所以如果说你正在做或者是考虑做不露脸的频道，这几件事情现在就可以检查。先看的利基是有搜索需求的，还是只是改一波趋势。你可以问自己，这个主题4年后还会有人搜索吗？趋势带来的流量是借来的，退潮之后频道会打回原形。搜寻需求不一样，它会一直在那里等你，不需要你追着话题跑。再看你的格式有没有留编辑上的变化空间，模板能够帮你敲开门，但是一成不变的模板会让你看起来跟另外100个频道是一样的。有变化空间的模板才能够让观众记住你是谁，而不是记住你这格式。再看你是怎么用 AI 的，是拿来加快研究速度，还是拿来取代你自己的判断？角度怎么选，什么地方值得放大，这件事是没有办法外包的。你可以让 AI 来帮你把资料整理得更快，但是决定这个角度值不值得做成一支影片
片的那个判断永远是你自己下的，这也是观众唯一会为你留下的原因。再看你有没有留一个属于自己的信号，你的声音、你的手，一个反复出现的角色，这是别人复制不了的东西。少了这个讯号，你的频道对于 YouTube 来说就是一个可以随时被取代的变数，而不是一个值得长期投资推播的对象。再看你该揭露的有没有揭露，用 AI 写脚本，用自己克隆的声音来配音，不用标记的，但是只要牵涉到真实人物、真实事件，诚实揭露，这件事情没有模糊的空间。这不只是规则的问题，这也是你和观众之间信任关系的问题。一旦被抓到造假了，之前累积的信任会一次归零。不露脸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频道里面有没有留下一个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东西。其实 YouTube 的推播逻辑2026年已经悄悄换了一套玩法，而且大部分的创造者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会直接影响到你刚刚听到的每个判断。所以接下来这支影片我会把这个新玩法完整的拆解给你看，包括为什么你现在的策略可能已经跟不上了。